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唏嘘不已。一个上海的富二代女孩子，放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，非要为了爱情远嫁台湾，结果呢，5年后人家脸都绿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听丽姐慢慢道来。事情要从5年前说起，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做相亲红娘，认识了我们的女主角林小文。小文啊，那可真是个极品美女，身高1.68米，身材凹凸有致，腰肢纤细的简直一只手就能掐过来。她那张精致的小脸蛋，大眼睛，高鼻梁，走在路上回头率绝对100%。最重要的是，人家还是实打实的富二代，爸爸是上海某知名企业的老总，家里光是房产就有7、8套，资产怎么也得过亿。这样的条件，追她的人能从上海南京路排到外滩。可是小文却非常挑剔，愣是没找到合适的对象。她爸妈都急得不行，找到了我，让我给她安排相亲。丽姐，我女儿都27了，还没有对象，你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！小文妈妈握着我的手，眼里都是恳求。我拍拍她的手说，您放心，以小文的条件，找个好对象那是分分钟的事儿。谁知道这话刚说完没多久，小文就自己带了个男朋友回家，来自台湾的陈俊杰。这个陈俊杰长得倒是挺帅的，1.8米几的个子，浓眉大眼，笑起来还有2个小酒窝，确实讨人喜欢。但是人家就是个普通的台湾工程师，虽然在台湾某知名科技公司上班，可跟小文的家境比起来，那真是天壤之别啊。第一次见面，小文爸妈就不太待见这个准女婿。小文，你可是我们的掌上明珠，怎么能找个台湾的普通工程师呢？你看看咱们上海那些企业家的公子哥，哪个不比他条件好？小文爸爸板着脸说。小文却是一脸倔强，爸，你别只看表面。俊杰虽然现在工资没有很高，但他很有才华，而且台湾那边的医疗技术特别发达，福利也好，生活品质比这里还高呢。什么台湾医疗发达？小文爸爸冷笑一声，我们上海的医院那么多，3甲医院比比皆是，还用得着去台湾看病？这话一出，陈俊杰倒是很有礼貌的解释，叔叔阿姨，台湾的全民健保制度确实很完善，每个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，而且台湾在某些领域的医疗技术，比如器官移植、癌症治疗方面都是世界领先的。小文妈妈撇撇嘴，我们不缺钱，就算看病要花钱也无所谓，关键是你能给小文什么样的生活。她从小娇生惯养，住的是别墅，开的是豪车，跟你去了台湾，能过什么样的日子？陈俊杰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不过小文却坚定地站在他那边。妈，我不在乎这些物质条件，我就是喜欢俊杰这个人，他温柔体贴，尊重我，而且特别上进，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大发展的。天哪，这话说的简直就是偶像剧的台词嘛！我当时就在心里暗暗摇头，这姑娘啊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俩是在一次上海的科技展览会上认识的。陈俊杰代表他们公司来参展，小文作为记者去采访，两人一见钟情，迅速陷入了热恋。短短3个月，两人就决定要结婚了，这速度真是快得让人啧舌。小文父母当然是坚决反对，小文爸爸甚至威胁说，你要是嫁给他，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女儿。可是小文哪里听得进去，他每天跟陈俊杰视频聊天，眼里都是爱意，那模样我看了都替他父母心疼。丽姐，你说我是不是很傻？有一次，小文约我出来喝咖啡，忍不住向我倾诉，可我真的很爱俊杰，我愿意为他放弃一切。我叹了口气，小文啊，爱情固然重要，但是生活不只有爱情，你想过没有？去了台湾，人生地不熟，语言不通，你怎么适应？台湾也是讲中文的啊，虽然有些用词不一样，但是沟通没问题的。而且俊杰说了，会帮我适应那边的生活。小文满脸天真，我摇摇头，你现在在上海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去哪儿去哪儿，但在台湾，你就得依靠俊杰了。万一以后感情出了问题，你怎么办？不会的，丽姐，俊杰不是那种人，他对我特别好。小文坚定地说，而且台湾的生活水平也很高的，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落后。他们的医疗系统特别完善，看病都不用花什么钱，社会福利也很好。
我知道自己劝不动他，只能祝福他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丽姐就祝你幸福了。不过记得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持经济独立，这样才有底气。小文笑着点点头，但我知道她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果然，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，小文还是嫁给了陈俊杰，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就跟着他去了台湾。听说婚礼那天，小文爸爸气得住进了医院，高血压差点没把老人家送走。小文妈妈更是当场晕了过去，场面一度十分尴尬。小文走的那天，父母没有去送她，只有我去了机场。丽姐，谢谢你来送我。小文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花，帮我劝劝我爸妈，别生气了。等我在台湾安顿好了，就接他们过去玩。我看着眼前这个天真的姑娘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小文啊，希望你不要后悔今天的决定。不会的，丽姐，我相信我和俊杰会很幸福的。小文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小文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航班，开始了她的新生活。刚去台湾的前几个月，小文经常发微信给我，说她过得很好。俊杰在台北租了一套精装修的公寓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五脏俱全，生活很便利。周末俊杰会带她去台湾各地玩，吃夜市，爬阳明山，去花莲看海。照片里的她笑得很灿烂。丽姐，台湾这边真的很不错。民风淳朴，人们生活节奏也没有上海那么快，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的医疗系统真的超级赞。小文给我发了好几条语音，兴奋地说，上周我感冒了，俊杰带我去看医生，拿了药，全部加起来才花了100多新台币，折合人民币才20-30块钱。而且医生态度特别好，问诊很仔细，不像在上海，医生总是很忙，问几句话就开药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也为他感到高兴，心想或许他真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大概半年后，小文的微信越来越少了，偶尔发几条也都是些风景照，很少提到他和俊杰的生活。我有点担心，主动问他，小文最近怎么样，一切都好吧？他回复得很简短，挺好的，就是有点忙。直觉告诉我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又过了1个多月，小文突然给我发了一大段消息，终于道出了实情。原来陈俊杰并不像他宣称的那样是什么高级工程师，他只是公司里的一个普通职员，薪水也就勉强够他们在台北租房子生活。去台湾之前，他向小文描述的那些美好生活，大多都是夸大其词。丽姐，我现在才发现，台湾确实医疗很发达，社会福利也好。但是要享受这些，首先得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啊。俊杰的收入刚够我们基本生活，根本没有余钱享受什么高品质生活。小文在消息里写道，更让他接受不了的是，婚后的陈俊杰完全变了一个人。之前那个温柔体贴的暖男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男子主义十足的传统男人。他要求我必须做家务，照顾他的起居，还不让我出去工作，说台湾这边大陆媳妇不好找工作。可是他又嫌我花钱太多，经常为了一点小事对我发脾气。我看到这里，心里直叹气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婚前婚后两个样吗？多少女孩子就是被这种表面温柔的男人骗了感情啊！最可气的是他妈妈，天哪，丽姐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他几乎每周都要来我们家住几天，对我的一切都指手画脚，还总是在俊杰面前说我的不是。什么大陆女孩都是冲着钱来的，不会持家，太娇气。小文接着说，而俊杰呢，在他妈妈面前就像个小孩子，他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从来不向着我。我感觉自己嫁的不是俊杰，而是他全家。我看着这些文字，心疼不已。这不就是许多跨地区婚姻常见的问题吗？文化差异、家庭观念不同，再加上经济压力，足以压垮一段感情。小文，你有没有想过回上海？我问他，我怎么好意思回去啊？当初不顾一切的嫁过来，现在灰溜溜的回去，让爸妈怎么看我？而且爸爸的身体一直不好，我怕这个消息会让他更生气。小文回复道，我理解他的难处，但还是劝他，感情的事勉强不得，如果实在过不下去，就回来吧，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。小文说他再想想，毕竟结婚才半年多，或许情况会好转。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小文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，反而愈发糟糕。第2年，
她发现自己怀孕了，本应该是件喜事，可是却让她更加陷入困境。丽姐，我怀孕了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。俊杰倒是很高兴，他妈妈更是乐开了花，天天来我们家照顾我，其实就是来监视我。我每天吃什么、喝什么、做什么，都要按照他的标准来，我简直要窒息了。我赶紧安慰他，小文，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情愉快，对宝宝好，有什么事等生完孩子再说。台湾的医疗水平确实不错，至少在产检和生产这方面，你不用担心。小文回复说，是的，这倒是真的。台湾的产检很细致，医生护士也都很温柔，而且基本不用花钱，这点我很感激。但是丽姐，我真的很想念上海，想念爸爸妈妈。我看着他发来的消息，心里一阵心酸。多好的姑娘啊，就因为一时冲动，现在落得如此境地。在怀孕期间，小文的处境更加艰难。陈俊杰的工作越来越忙，经常加班到深夜才回家。小文一个人在台北，人生地不熟，除了偶尔和几个大陆嫁过去的姐妹聊聊天，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。更让她崩溃的是，陈俊杰开始变得越来越冷漠，有时甚至对她大吼大叫。丽姐，昨天我只是说想吃上海的生煎包，他就冲我发火，说我总是嫌弃台湾的东西，说我势利眼，当初看上他爸妈有钱才嫁给他，等等。陈俊杰爸妈有钱，这不是第一次听说啊！我连忙问他怎么回事，小文这才道出了更多的真相。原来，陈俊杰当初在追求她的时候，曾经暗示自己家在台湾很有背景，父母都是高知，家里在台北市中心有房产，经济条件优越，而实际上，他父母只是普通的中学老师，家里很普通。他所谓的家里的房子，其实是他爸妈半辈子的积蓄加上借贷买下的，房贷还没还清呢。丽姐，我真的好后悔啊！他完全是用花言巧语骗我的。我当初要是听爸妈的话，现在也不会这样了。小文在微信里痛哭，我安慰她，事已至此，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。无论如何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就这样。小文咬牙坚持着，终于在台北的一家医院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。孩子的出生确实给这个家带来了一些欢乐。陈俊杰对儿子很是疼爱，态度也比之前温和了不少。小文以为生活终于要好转了，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。就在孩子满月的那天，小文无意中看到了陈俊杰的手机，发现他和一个女同事的暧昧聊天记录。丽姐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居然在我怀孕期间就出轨了，而且那个女人知道他已经结婚有孩子，还死缠烂打。小文气得浑身发抖。当他质问陈俊杰时，他不仅不认错，反而指责小文偷看他的手机，侵犯他的隐私。更可气的是，他竟然搬出他妈妈来教训小文。他妈妈当着我的面说，男人都这样，工作压力大，需要发泄，让我别小题大做。丽姐，你能相信吗？这是什么封建思想啊？我听了也是气不打一处来。小文，这种男人不值得你继续付出了，收拾东西，带着孩子回上海吧。小文却说，我也想走，可是我怕他不让我带孩子。台湾这边的法律规定，如果离婚，孩子跟随父亲的可能性很大，尤其是我还是外地人。这确实是个难题，在异国他乡，法律制度不同，语言也有障碍，小文处于弱势地位。小文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，为了孩子继续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。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间已经是小文远嫁台湾的第5年了。这5年里，小文经历了太多磨难，陈俊杰的出轨并非偶然，而是常态。他对小文的态度也越来越恶劣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辱骂他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陈俊杰的父母对小文的态度也越来越差，甚至开始怂恿儿子离婚，想把孙子留在身边，却把小文赶走。丽姐，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小文在一次视频通话中泣不成声，我现在每天都活在煎熬中。为了孩子，我已经忍了很久很久，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了。看着视频里憔悴不堪的小文，我心如刀割。曾经那个光彩照人的上海富家女，现在却成了这副模样，眼睛浮肿，脸色苍白，整个人瘦得不成样子。小文，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孩子，你必须做出决定了，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好。我严肃地对她说。小文点点头。
丽姐，我决定了，我要离婚，带孩子回上海。我已经偷偷咨询了律师，虽然台湾的法律对我不利，但是我会尽全力争取孩子的抚养权。我非常支持他的决定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需要我做什么？尽管说。小文说，丽姐，我需要你帮我联系爸妈，我想和他们和好。这些年，我一直不敢告诉他们真相，怕他们担心，但现在我需要他们的支持。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其实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和小文的父母保持联系，知道他们很牵挂女儿，只是拉不下面子主动联系。当我把小文的处境告诉他们时，两位老人家立刻泪流满面。我们马上去台湾接小文回来。小文爸爸坚决地说。就这样，小文父母办好了去台湾的手续，准备接女儿和外孙回家。而小文也开始秘密准备离婚事宜，收集陈俊杰出轨的证据，准备法律文件。然而，就在一切看似有转机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那是一个周五的下午，小文到台北桃园机场去接父母。他提前1个小时到达，心情既紧张又期待，毕竟已经5年没见到父母了。就在他在机场等候的时候，他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陈俊杰。他居然也在机场，而且不是一个人，身边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和一个3、4岁的小男孩。小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那个女孩正亲昵地挽着陈俊杰的手臂，而陈俊杰则一手抱着那个小男孩，一家3口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小文的脸唰的一下就绿了，他躲在柱子后面，颤抖着拿出手机，偷偷拍下了这一幕。陈俊杰居然还有另一个家庭。而且看那个孩子的年龄，明显是在他和小文结婚之前就有了。小文感到一阵天旋地转，差点晕倒在机场。他强忍着悲痛和愤怒，继续跟踪陈俊杰，发现他们居然是去接一个从日本飞来的中年女子，那个女孩的母亲。更让小文崩溃的是，陈俊杰的父母也出现了，他们热情地拥抱那个中年女子，对那个小男孩疼爱有加，完全是一副亲家相见的场景。这一刻，小文终于明白了一切，陈俊杰根本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他不仅欺骗了小文的感情，还欺骗了他的一切。他早就有了家庭，却还来追求小文，很可能就是看中了他家的财产。小文几乎要崩溃了，但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继续拍照取证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陈俊杰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正向他所在的方向张望。小文赶紧躲了起来，心跳得厉害。他不能让陈俊杰发现他，否则一切计划都会功亏一篑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机场广播响起，宣布小文父母乘坐的航班已经到达。小文不得不放弃继续跟踪，匆匆赶去接机。当他看到阔别5年的父母时，所有的委屈和痛苦一下子涌了上来。他扑进父母怀里，嚎啕大哭：“爸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”小文哭得撕心裂肺。小文父母紧紧抱住女儿，也泣不成声：“傻孩子，回家吧，跟我们回家。”小文边哭边把刚才看到的一切告诉了父母。小文爸爸气得脸色铁青，当场就要去找陈俊杰算账。幸好小文妈妈拦住了他，提醒他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小文和外孙，不能打草惊蛇。你说的对，我们先把小文和孩子安全带回上海，再来处理这个畜生。小文爸爸咬牙切齿地说。小文父母立刻改变计划，决定不去小文家，而是直接住进酒店，然后想办法把外孙接出来，尽快回上海。然而，事情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当晚，小文回到家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却发现陈俊杰一脸阴沉。“你今天去哪儿了？”他冷冷地问。小文心里一惊，但还是故作镇定：“去超市买东西啊，怎么了？”撒谎。陈俊杰突然拍桌而起：“有人看见你在机场，你去机场干什么？”原来陈俊杰的朋友在机场看到了小文，并且告诉了他。小文知道再也无法隐瞒，索性摊牌：“是的，我去机场接我父母了，他们来台湾看我和孩子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陈俊杰脸色更加难看：“你父母来了，怎么不提前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？”小文冷笑一声：“我有什么阴谋？倒是你在机场和你的第2个家庭团聚，是不是该给我解释一下？”陈俊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没想到小文已经发现了一切。你胡说什么？
他结结巴巴的狡辩。小文掏出手机，把拍到的照片给他看。这是什么？你敢说这不是你？那个女人和孩子又是谁？陈俊杰见事情败露，立刻变了脸色，恶狠狠地抢过小文的手机，摔在地上。你偷拍我，你什么意思？想要破坏我的家庭是吗？小文气得浑身发抖，破坏你的家庭？陈俊杰，是你欺骗了我，你早就有老婆孩子，却还来骗我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陈俊杰冷笑一声，目的当然是看中你家的钱了。你以为我真的爱上你这个自以为是的上海女人？笑话！这赤裸裸的承认让小文如遭雷击，她万万没想到自己深爱的男人竟然从一开始就在设局骗她。你这个畜生！小文忍不住扇了陈俊杰一巴掌，陈俊杰被打得眼冒金星，随即暴怒，一把揪住小文的头发。你敢打我？你算什么东西？说着就要动手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门突然被撞开了。小文的父亲带着几个保镖冲了进来，一把将陈俊杰推开，护住了小文。爸！小文扑进父亲怀里，泣不成声。原来小文妈妈担心女儿安全，一直在楼下等待。听到楼上的争吵声后，立刻打电话让丈夫上来。幸好他们提前做了准备，找了当地的保镖公司帮忙，才及时救了小文。你就是陈俊杰？小文父亲冷冷地看着他。好啊，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什么叫人面兽心了。陈俊杰见来者不善，立刻换上一副可怜兮兮的表情。叔叔阿姨，我和小文之间有误会，你们别听他胡说。住口！小文父亲厉声打断他，拿着，说着扔给他一沓照片，全是他和第二个家庭的证据。这些也是误会吗？陈俊杰顿时哑口无言，脸色煞白。小文妈妈已经去了儿子的房间，把熟睡的孩子抱了出来。小文看到儿子安然无恙，总算松了口气。陈俊杰，我们走了，再见。不应该说再也不见。小文头也不回地说。陈俊杰急了，你不能带走孩子，孩子是我的。小文冷笑一声，是吗？那我们就法庭上见吧，我倒要看看法官会把孩子判给一个重婚犯，还是孩子的亲生母亲。事实上，小文早已准备充分，在发现真相后，他立刻联系了台湾最好的律师，收集了陈俊杰重婚的所有证据。在台湾，重婚是严重的犯罪行为，陈俊杰不仅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，还将面临牢狱之灾。看着小文一家人离去的背影，陈俊杰终于慌了，跪在地上求饶：小文，求你别这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可以和他离婚，真心对你。小文头也不回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3个月后，台北地方法院判决陈俊杰犯有重婚罪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，缓刑3年。孩子的抚养权全部判给小文，陈俊杰每月需支付高额抚养费。小文带着儿子回到了上海，在父母的支持下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用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创办了一家跨国婚姻咨询公司，专门帮助那些想要跨国婚姻的女孩子避免重蹈他的覆辙。而我，丽姐，也成了这家公司的顾问，用我多年的红娘经验，帮助更多人找到真正的幸福。回顾这个故事，我想说的是，姑娘们啊，爱情固然重要，但是理性更重要，不要被甜言蜜语冲昏头脑，一定要了解清楚对方的真实情况再做决定。特别是跨地区的婚姻，文化差异、家庭观念不同，都可能成为婚姻的绊脚石。至于小文，虽然她经历了这么多痛苦，但是也因祸得福。现在的她比以前更加独立自信，也更加理性。她经常对我说：丽姐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帮助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可能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呢。每当我看到小文和儿子幸福的笑容，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小文的经历能给大家一些启示。婚姻不是儿戏，爱情需要理性的引导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无论你嫁到哪里，都要保持独立的人格和经济能力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幸福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